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欣喜终于逆袭，穿白布裙扮精灵姐姐，比热巴华丽不少。而在中央大圈圈以小明星身份亮相的女工匠代表中，杨紫会出现在不少个人名单中。事实证明，从小就真正在媒体圈子里埋头苦干的杨紫，如今已经是顶级艺人了。杨紫虽然曾经是演技高手，却因为胖胖的身材频频被对手吐槽。好在杨紫最近变美后，她的照片终于准备好逆袭了，就像她最近发的一组连续照，被很多人夸比热巴还美。与以往杨紫大圆脸的照片不同，如今的杨紫去掉了尖下巴，脸蛋和肌肤都完美无缺，在日常生活中融入了不平凡与卓越的意义。细看她那细腻动人的肌肤，可以说比18岁的小姑娘要霸气得多。造型上扎了这个麻花辫后的她，显得格外精神焕发，眼前雪白肌肤在这粉红色腮红状态的变化下，迅速呈现出白里透红的模样。在收获满满的同时，杨紫也拥有了多款自主设计的服饰。对于她身穿的白色婚纱，单品是自我开发到极致的，而这条原本让杨紫开玩笑的紧身裙，这次却变成了她理想身材的利器。整组纯洁无瑕的白色绷带裙被杨紫看破，戴上束冠后的造型更显妖精姐姐的艳丽。她要华丽得多。自从杨紫精彩有效后，她也同样变身为圈内持有人的艺人。我们普遍认为，白色连衣裙永远是最能体现女性气质的单品。杨紫的这身白裙，除了透露出这种气质与优秀，裙子的变幻莫测的设计也能让她渐渐地显得更加时尚。可以看出，自从杨紫变得甜美多姿之后，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怕炫耀自己身材的女人。在不断的媒体报道中，西装这种无党派风格在女明星中越来越受欢迎。穿上这身西装后，杨紫琪的颜值很快就变 A 了。合身的西装搭配背后的颜值，完全就是职场环境中的任性小姐姐。挑剔的看一眼杨紫西装里面的格纹设计，真的可以让她的身材更加的棒。如果你的身材不流行，买格子西装是值得的。尽管奢华的服饰种类繁多，但年纪不算大的杨紫同样对这种充满活力的服饰情有独钟。了解杨紫的人都知道，她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小猴子，所以在她的裙子上印上猴子印花的决定，据说也是和粉丝们产生了共鸣。另外，看看她的毛衣，不同色调的拼接和印花编织的效果，完全可以让她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新酷暑最代表的装扮，莫过于杨紫身上的那条白色短 T 加裤。虽然这两件事的影响非常普遍，但毫无疑问，这绝对是一种夏天绝对不会坏的穿搭。可见杨紫穿着这身标准装扮是她最年轻的时候。综上所述，就把杨紫的精彩图分享到这里吧。如果您对此感兴趣，请始终关注小优。该物质的文本是唯一的，未经批准不得复制。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假设有任何侵犯，如果不是太麻烦，请联系我们将其删除。02外媒钟爱肖战，文章标题中文，相关点数阅读量达 1.9 亿加。玉骨遥在舞台预传数据中被明确区分为 H1， 而不是标准的 Q1。如此谨慎的游戏策划，也说明了舞台方面对隐晦因素的不安，期望他能有足够的知名度，成为堪比《陈情令》的人偶表演典范。就在很多人都觉得没必要在播《玉骨越冬》的时候，韩国频道的一则新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独特的画面是世英的一面孤单的个体旗帜，配文很新颖，开头是中国人肖战，后面是一行英文。不管怎么说，从发文来看，韩国的海外媒体对肖战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媒体在出戏的时候，不把戏名归零，而是把演艺人员放在最前面，用工匠的地方语言。从这些细微之处就可以很好的看出，肖战在国外的恶名是一般的，他的魅力足以在国外大放异彩。这一点实际上与内心的乐趣分享了一些东西。又是韩媒的这一次活动，让优骨遥走出了土生土长的引流圈，一下子登上了热搜榜，一跃成为娱乐圈的新闻中心。粉丝们一开始觉得玉骨遥不会很快传出来，但又是一脸懵逼，一脸期待。他们似乎在傍晚时分看到了黎明，并认为日出即将来临。肖战、任敏、玉骨遥将在韩国播出，由16家媒体投放，短短几段投放时间，阅读量达到 1.9 亿加，
对话量高达5.9万加，不可能有其他节目能像优古谣那样被传播。任何消息都会引起媒体的反应，力量之大，关注度之高，令人望而却步。韩梅没想到自己不确定的发帖会引来内心戏人群的考虑，还有银河对话同样造成了假象。就这样，没过多久，媒体就浮出水面，明白他们刚刚拿到了优古谣的版权，传播时间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也就是说，玉古谣此时不会对外传播。如果你有什么交流的愿望，你应该先去企鹅，然后去国外跟风。虽然这个消息是个乌龙，但同样可以看出玉古谣得到了国内外群众的正常关注和猜测。尤其是肖战，他只是偶尔出去拍片，但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华人社交圈，在国外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都很高。玉古谣是肖战之后的新装秀《陈情令》，散发着妖娆的气息，绝对是未传就无处不在的典范。03网曝迪丽热巴与肖战约会，狗子被粉丝拍 P 图。迪丽热巴通过工作室表态，表示将依法对造谣者采取重大举措。不少网友估计，该言论的实质暗指网络狗子队的公开以及迪丽热巴和肖战的相关八卦。此前，知名狗子队在网上爆料称，当红女星迪丽热巴在机场被拍到与陌生男子在一起，两人戴着帽子和口罩，一起推着行李往前走。虽然爆料没有具体说明男方身份，但配文写到女方无疑是迪丽热巴，男方是谁？和其他的话。根据穿搭，有网友认定该男子因《陈情令》走红。没想到这个爆料还没有发酵，随后有粉丝发现这张照片是 P 图照，还抢走了真照。可以看出，原照内容是迪丽热巴和女助理在机场等候，结果私人助理变成了神秘人。虽然这条帖子已经被爆料人删除，但这种造谣行为却点燃了网友的怒火。随后，网络上广泛流传着这位顶级女演员怀孕生子的消息。作为顶级女演员，迪丽热巴过去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而在机场的照片中，大部分都裹得严严实实，被网友猜测是为分娩做准备。面对网络上的各种传言和猜测，迪丽热巴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镂空装腹肌照片辟谣，没想到被网友抓成旧照，怀孕争议再次引发热议。随着工作室发表声明，此举也让粉丝纷纷留言支持，说 P 图真是离谱，赶紧去告对方吧，支持公司合理维权。终于等到了工作室的表态。04刘亦菲的法令纹，李现的额头纹去封口的滤镜太真实了。热门影视剧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比如王鹤棣的浮屠缘，不仅口碑表现出色，王鹤棣超高的人气也为这部剧带来了不小的关注度。武侠题材的《少年歌行》和行业剧《迎风而行》任凭风起也各有看点，不过热度却远远领先于刚刚上线的《去风大的地方》。刘亦菲和李现的合作直接甩出了一对王牌。这部剧不仅是一部现代剧，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田园剧，题材本身的新鲜感，再加上两位演员的高颜值，足以成为吸睛利器。这部剧也完全符合观众的喜好。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神仙姐姐和现男友的美，也让大家通过这部剧感受到了一份温暖和治愈。生活在大城市里看到这部剧，辛苦的上班族和社畜好像开启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沉浸式田园治愈爱情，慢节奏叙事更吸引人。这部剧的拍摄地是云南大理，相信即使是现在已经商业化的这个旅游区，也是很多人最向往的地方。剧中呈现的大理云庙村虽然融入了很多现代商业元素，但依然保持着淳朴的民风风情，能够给人带来身临其境的旅游感受。剧中，刘亦菲饰演的女主徐红豆被心灵震撼，身体也被点亮。她选择辞职，来到云南大理，认识了形形色色的朋友，认识了很多当地人。当看着神仙姐姐迷失在一个陌生的小村子里，边走边踩进牛粪里，镜头前移拍下清晰的牛粪，就知道这部剧不会让人有飘飘然的感觉。从徐红豆前期选择辞职，重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到后续所做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部剧的叙事节奏并不快。前2集虽然交代了女主挚友陈南星因胰腺癌遗憾离世，但也不过是过世而已。这更像是许红豆选择重新开始的原因，故事的节奏也很慢。然而，这部剧就像很多抓人的慢综艺一样，
没有那么多的竞争冲突，还是让观众看得舒服。到有风的地方讲的是父母的琐事，比如李保平的儿子长大了，要到大城市发展，帮忙说服；又如谢志尧同父异母的弟弟谢志远，在学校拉肚子不愿上学，徐红豆知道后，在村子里传开了，让谢志远丢尽了脸，回家。而知道弟弟下落却没有及时找到的谢志尧决定让他修炼，也成为了村民们的诟病。该剧在讲述这些故事情节的同时，对各个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立体的刻画。比如在咖啡馆当店员的娜娜，虽然很久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但她也不会主动去扰乱社会恐怖主义。大麦就是明明知道对方会做饭，又不爱洗碗，让人感觉很温柔、很亲切。而天天打坐的马秋山，有着淡泊世俗的态度，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表达大人做人的道理，随便说说。就算没人理他，觉得他的话太密太烦，马秋山也能给自己找个理由，让自己安心享受生活。去一个有风的地方，让大家看到了大理真正的美，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不仅仅是被困在风口浪尖的农民工和社畜、高楼大厦，也有远方的人，在乡间勇敢追梦的人。真实滤镜增加真实感，刘亦菲李现不带美颜滤镜，相信许红豆的选择一定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普通人。在不断轮换的日子里，他们也渴望追寻心中的远方，却又没有勇气放弃让他们赖以生存和生存的工作。许红豆的选择或许是很多人的理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出的实际举动。这很容易让观众在这部剧中产生悬浮感，但去风口却尽可能地增加了这部剧的真实感。真实的样貌呈现，连滤镜都尽量还原演员最真实的样貌，没有刻意美化角色。一直被誉为神仙姐姐的刘亦菲，在这部剧中明显下滑了，但这与去风口中的滤镜过于真实，没有美感是分不开的。特写镜头下，刘亦菲的法令纹非常明显，面部肌肉也松弛，整张脸显得格外臃肿。即便是逆光镜头下的刘亦菲，脸上的痘痘也清晰可见，鼻子上的斑点和黑头也很明显，连鼻子上的油光都遮掩不住，让角色的状态看起来更加真实。而李现也在这部剧中展现了最真实的肤色，本来就黑黄的李现，皮肤并没有那么白，连额头上的皱纹都看得一清二楚，脸颊上的斑点也根本没有磨皮过。对付吧，这样的皮肤状态在国产偶像剧里还真是少见啊。笑眯眯的李现将眼角的皱纹和鱼尾纹展现得很自然，一点都没有遮掩。脸颊的皮肤也是凹凸不平，没有那么光滑，不过这样的状态还是比较符合角色设定的。田园生活，每天在马场上风吹日晒，这才是真正的样子。刘亦菲和李现给这部剧加了无美颜滤镜，直接把这部剧的真实感加倍了。其他演员也是如此。化淡妆的女演员脸上会有浮粉或油光现象，唇线也完好无损。还有吴倩饰演的死党，病后脸颊消瘦，面无血色，非常真实。可以说到有风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把观众当外人。和其他国产剧不同的是，磨皮滤镜开到最大，演员状态确实完美，只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真实。相比之下，没有美颜滤镜的去风大的地方更符合该剧的基调和整体风格。你喜欢刘亦菲和李现的这部新剧吗？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